嗨，这里是 Noodle Lab， 我是阿佑。还记得那个没有网络串联的时代，一盒盒方方厚厚的录影带里，卷着一捆捆小时候美好的回忆，带我们穿越树洞，翱翔天际，沉浸在一幕幕让人屏息的景色里。它是日本影史票房纪录人，75届奥斯卡最佳动画，也是继黑泽明后第二位拿到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日本人，7次退休又复出，是位79岁仍然不断创作的神话。画笔下的奇幻世界既真实又有趣，不管大人小孩都百看不厌。他的灵感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其实屡屡创下佳绩的动画大师，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。他的动画反映着他的一生，让我们从他小时候说起。1941年，宫崎骏出生那年，也是日本袭击珍珠港的那年。隔年，父亲与伯父一起成立飞机公司，制造飞机零件，赚了很多钱，因此小时候在宇都宫市的家十分豪华气派。他从小肠胃很差，医生说可能活不过20岁，身体不好，无法像一般孩子在外玩，便迷上看书与画画，尤其喜欢模仿手冢治虫的漫画。手冢治虫是位改编日本漫画的人物，对于他的评价有褒有贬，那是另一个故事，以后再与大家说说。4岁半那年夏天的夜晚，突然间空袭警报大响，天空被美军的烧夷弹染成粉红色，那是一种装满油脂，一碰到物体会熊熊燃烧的炸弹。满天星火下，宛如霍尔移动城堡与风之谷中的场景。一家人挤上舅舅的小卡车逃离，车子刚发动，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在后面追着大喊：拜托让我们一起搭车好吗？但小卡车并没有停下，这个记忆往后一直困扰着宫崎骏，后悔当初要能开口为他求情的话就好了。战争深深影响着宫崎骏，也对父亲靠战争发财感到羞耻。我们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强烈的反战思想。有趣的是，他却是一个军事迷，尤其喜欢战机。他自己就像他说的，矛盾的人才有意思。在他很小的时候，母亲染上肺结核，在那时可是很致命的疾病。他的母亲非常虚弱，不能给年幼的小俊一个拥抱，母亲因而暗自啜泣，使小时候的宫崎骏产生不该被生下来的想法，也促生了波妞中的一幕，中介扑上陈婆婆的剧情。时隔60多年，终于圆了与母亲拥抱的梦想。因母亲常年卧病在床，排行老2的宫崎骏与哥哥必须担起家务，煮饭与照顾弟妹。这也成了后来龙猫电影中成熟懂事的姐姐五月的原型。在制作时，铃木敏夫觉得孩子不可能这么坚强，太压抑，长大会变坏的。宫崎骏听到后生气说：有，我就是这样。说完便气呼呼地走了。过了一阵子，他拿着分镜回来，我加了五月偷偷躲起来哭的一幕，这样他不会变坏了吧？铃木敏夫点点头，宫崎骏这才破涕为笑。不管好人坏人，他会站在每个角色的立场为他们担心，是宫崎骏动画真实又活灵活现的原因。小学4年级，一家人从宇都宫市搬到东京，在东京的家也是龙猫房子的原型。在都市长大的宫崎骏羡慕乡野长大的孩子，对自然十足向往。而后多部电影与工作室的布局都可以看出他反思环境与人的关系。高3的冬天，东映动画制作的《白蛇传》上映，是日本第一部彩色长篇动画。这部动画缓解了宫崎骏大考的郁闷，让他看了好几回，深受感动。此时身处叛逆期的他，这才意识到，原来自己喜欢的并不是愤世嫉俗的漫画，而是像孩子般的纯粹与真情。好的动画能弥补人们现实的缺憾，带给人们活下去的力量。白蛇传让正在创作漫画的他开始对动画产生浓浓的兴趣。
照父亲的要求进入东京学习大学经济系，虽然没有就读美大，却更努力练习画画，因为他清楚这段期间对他而言只是踏上画画工作的缓冲期。毕业后进入东映动画，宫崎骏在里面磨练技术，也遇到一生的伙伴高田勋，是知名电影《萤火虫之墓》的导演，也是与宫崎骏、铃木敏夫建立吉卜力工作室的3位创始人之一。讲到吉卜力，大家常会被宫崎骏的光芒遮蔽，但最早其实是由高田导演发掘并提携宫崎骏的。当时26岁的宫崎骏毛遂自荐加入高田导演执导的《太阳王子》，高田勋即赏识宫崎骏的才华，往后两人一人作画，一人指导，制作了很多作品。熊猫家族是我最喜欢的一部，小时候可是刷了无数遍。再来说说吉卜力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铃木敏夫，他与宫崎骏、高田勋相遇的过程。那是距离日本第一本动画杂志 Animage 创刊号只剩下3个礼拜的危急时刻。负责这本杂志的铃木敏夫正硬着头皮想尽办法挤出内容。他听说太阳王子的电影造成热议，想找他们采访。这时宫崎正在指导第一部电视动画《未来少年柯南》，由高田帮助他。高田接到铃木敏夫的电话，知道他的来意后，却唠唠叨叨地讲了1个多小时，解释各种不能跟他见面的理由。电话另一边的铃木听得傻眼不已，只好请他转给一旁的宫崎。宫崎反而废话不多，一次要了16页的空间。这次事件精准地描写他们3人的个性，铃木热情能言，高田机智调皮，而宫崎骏一向话不多说。这次事件，铃木也因此对2人印象深刻，往后时不时就往他们那跑，3人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。不久后，宫崎骏首部执导的电影动画《鲁邦三世：卡里奥斯特罗之城》，此片票房不佳，即使片中使用突破性技术，是首部能让角色从远方走来，表现纵向深度的技法。这在当时而言是很难办到的，包括像动画巨头迪士尼在内，人物都只能左右横向移动。此片在业界与电视上广受好评，但上映时票房不佳，给了宫崎骏重重的一击。往后3年间，提的企划到处被拒，无片可拍。宫崎骏当然没被这次失败击倒，他与铃木带着新企划《战国魔城》来到德间书院，是一个关于武士打败巨大怪兽的民间故事。德间高层认为没有原著的电影不会卖座，这时2人伤透脑筋。宫崎迫切地认为是时候人类该思考与大自然的关系了。他想了想，认真地对铃木说，没有原著，那就由我们来画吧。就这样，由宫崎骏绘制，铃木帮忙打点与给意见，将原本战国魔城的故事融合希腊史诗爱宠公主纳乌西卡。战国魔城转变成风之谷，开始连载了。精致的画风与独特的世界观，在 Animage 上连载1年，引起热议。宫崎顺利获得拍摄电影的机会。原本的构想战国魔城不只诞生了风之谷，也是之后魔法公主的蓝本。风之谷对吉卜力而言意义非凡，45岁的宫崎骏首次同时担当编剧与导演，配乐也首次与音乐家久石让合作。他创作的配乐脍炙人口，进一步的将电影升华了。另一件有趣的是，这部片由高田导演当制作人，当然也是在铃木软磨硬泡的哀求下，他才同意。宫崎与高田2人主从的关系也在此刻反转，双方渐渐分离成可敬的对手关系。吉卜力是战机的名字，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沙漠刮起的热风。这间工作室隶属德间书店，由社长德间康快力挺。他说，人生苦短，机不可失，反正银行里有的是钱，在背后帮他们网罗资金。
就这样，工作室建立了。起初是为了方便两人创作，打着如果不卖座就收起来的心态，不先考量商业，可是非常不寻常的。吉卜力的诞生算是一场与业界抗衡的战斗。怎么说呢？平常来讲，工作室为了降低风险，以承包 TV 动画为主，而吉卜力只愿意制作高品质的动画电影。这就像一场豪赌，只要一部不卖座，就会负债累累。这种模式给导演足够的空间发展，每部作品都是抱着最后一次的心态，战战兢兢地一路走到今天。只有这种不被商业绑架的体制，聚集了一群顶尖的创作者，不是业界的生态，把想做的做到最好，才能不断地创造纪录吧。风之谷、龙猫、天空之城、红猪、魔女快递、魔法公主，一步步地用高品质的作品建立起口碑。吉卜力的动画打破了动画只属于孩子的藩篱，也受到大人们的青睐。2001年，《身影少女》是宫崎骏技术与手法的大成，此片囊括海内外10几个奖项，更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的肯定，并蝉联日本影史票房至今。现年79岁的宫崎骏7次退休又复出，手边正在创作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，源自吉野源三郎的小说。虽然他说这真的是最后一部了，年纪已大的他握力越来越差，作画的铅笔从2B 换成8B，又需长时间专注的画画，确实会吃不消。但粉丝们都很期待他能不断带给我们美好的作品。每次想到他的精神，不轻易用老了当借口，不管几岁都在坚持不懈的创作，这给我很大的激励。最后，他想透过这个作品阐述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，不只留给他的孙子，也是留给现今这个混乱的大时代最好的礼物。下集我们将介绍吉卜力动画卖座的秘密，敬请期待。